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分析，从小拇指分析人的性格。中国的手相文化博大精深，从一个人的手相当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，比如性格、命运、运势等方面。那怎样看一个人的性格呢？不需要看手的其他地方，看小拇指即可。各位读者朋友想学习吗？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小拇指较长。一般小拇指比较长的人性格相对都比较外向一些，而且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，很有语言天赋，属于那种能说会道的类型，为人处事也比较圆滑，所以社交能力很强，也很讨人喜欢。只不过有时候会因为说话太快，给人一种口无遮拦的感觉，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得罪人的情况出现，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多加注意。二、小拇指较短。小拇指比较短的人性格则是要内向一些，在生活中给人一种敦厚老实的感觉，为人处事老实本分，待人处事都比较真诚。不过因为个性较内向，不善表达，导致这种手相的人身边朋友并不是很多，也只有真正长时间与其接触的人才能发现他们性格中的优点。但也是因为太过真诚且内向的缘故，导致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很容易会被一些小人欺负，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吃亏的类型。三、小拇指向后弯曲。将五指伸直之后，如果发现自己的小拇指向外弯曲，有点后仰的感觉，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外向，也是那种能说会道的类型，但是为人处事不够仗义，给人一种比较自私的感觉。他们遇到事情只想着自己，而且有时候喜欢贪小便宜，以至于并不是很讨人喜欢。即使能说会道，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也都是在吹牛罢了，不值得信任，以至于人缘并不是很好。四、小拇指倾斜。将五指伸直之后，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，或者是向外侧倾斜。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，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，虽然心的善良，喜欢帮助人，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，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。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，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。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，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。第二，14种吉祥手相纹合集，看你有没有。一个人的运气好，他的气色就好，手的色泽看起来也一样比较健康。同样的，他的手相纹路看起来比较清晰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，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，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。好手纹。一、类似米形的手纹，称为菊花纹或者六花纹，标志着幸福吉祥。二、强劲有力、清楚的手纹是好手纹。根据手纹的定义，这是好的手纹。三、X 型的手纹叫做十字纹，以手纹或山丘的意思来讲是好的纹路。四、颜色不浑浊、清晰延伸的手纹是好手纹，因此一定要加强这种手纹所代表的良好方向。坏手纹。一、纠葛般的锁链状手纹，根据手的解释，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二、在手纹线当中，如果出现像针扎式的窟窿，标志着身体出现疾病等方面的信息。三、中途突然中断的手纹或不连贯的手纹是不好的，加强其与代表的不好的一面。四、横切手纹形成的断掌，有被切手纹的意思，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一、财富线直而长。财富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的财富。
而且还关系着这辈子的命是否很吉祥。所以说，财富限值而长的人这辈子肯定也会是很有钱的，也会是相当的吉祥的。二，手指没有间隙。现在很多人手伸出来，每个手指之间间隙是非常大的，而有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间隙，说明你这辈子是能守住财的，注定你这一辈子也会很富足、很吉祥。三，断掌纹的手相。其实断掌纹的手相是非常少的，而且男人如果是断掌纹的话，那他这辈子一定是功成名就，事业上也会是很成功的。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命中的福禄、财运都是非常好的，简直就是男人中的吉祥手之一。四，手掌红润厚实。判断手相是好还是坏，你需要根据手掌的肤色和手掌的厚度来判断。手掌厚实、软软的，肤色也很红润的，这种手相就在暗喻着这一生会大富大贵，而且是平安吉祥。五，有不动产手纹。如果手掌上有不动产手纹，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房地产，比如房屋、土地等等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这辈子会相当的富足。六，钱财纹特别多。如果你手掌上有特别多的钱财纹，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，这种手相就预示着你会富足且吉祥。七，手中有直觉线。一，通天纹，即从前位到中指下方的曲线纹。八卦类象中乾为天，故此为通天纹。手相中有通天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觉强烈，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。二，通灵纹，脑线较长，一直延续到前区而形成的曲线纹。脑线即人纹线，代表人的内心、心理、思想、思维等，而前位代表人的头部、大脑、智慧、联想等。故掌纹中有通灵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反应灵活，爱好广泛，多才多艺。三，十字纹，心线和脑线之间手掌的中间部位的十字纹，由于此纹正处在手心部位，与心紧密相连，因此手掌中有十字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，未卜先知。四，孔子目，即在大拇指指节的部位有如眼睛状的指纹。在掌纹学中，大拇指代表的是人的头部，而孔子实际上是有学问的代表。手掌中有孔子目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爱学习、爱思考，学识渊博。八，手中财库很多。手中的财库在哪里的呢？其实财库指的就是手中的细纹相互连接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，这就是所谓的财库。所以手中财库越多，那就说明这个人就越有钱。九，太阳丘很丰隆。太阳丘不仅和一个人的财运有关系，而且还跟一个人的吉祥程度有关系呢。假如你的太阳丘是凹进去的，那你肯定是比较难发财的。那么如果你的太阳丘非常的饱满，那你以后肯定会是大富大贵，会有花不完的钱，而且还会非常的吉祥呢。十，夫子眼，手相中。夫子眼又称凤眼，也称天眼纹，出现在大拇指第一节指节，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。不论男女，拇指中若有此手纹者，为人聪明伶俐，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一生财源滚滚。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，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。11，井字纹，手相中，巽宫高凸红润，并有井字纹出现，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。12，掌中有黑痣的人命好。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，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，会受很多苦，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，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，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
并获得上司的赏识，升职加薪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13. 长红如血色的人命好，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，一生荣华富贵。不过要注意，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才是命好之人，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此，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。如果你长红如血色，但是命却并不好，不要太过忧心，可能是时机未到，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，增加财气。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，水到渠成，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。14. 手指如竹笋的人命好，手指头挺直，有肉不露骨，好似竹笋，整体修长，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。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好，从小富贵双全，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，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，一生富贵双全。好了，农村人讲究手有金钱纹，一生财追人，快看看你有没有金钱纹。农村关于手相、面相之类的卜卦学说之多，已经不需多言，基本上人人都能说出来几句，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认识几种所谓的面相、手相。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农村一种常见的手相学说：手有金钱纹，一生财追人。看看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有没有道理？手有金钱纹，一生财追人。从金钱纹这种手相的名称和一生财追人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，手掌上面有着金钱纹的人，一生都是财运通天、大富大贵之人。那到底金钱纹是什么样的呢？金钱纹是手中掌纹的一种，一般位于人手指、无名指的下方，形状一般为三角形或者菱形，只有极小的几率出现米字形。人们认为金钱纹是掌管一个人的财气，金钱纹显示的越是清楚，则说明财运越大，生活必定财源滚滚。当然，除了以上所说的金钱纹外，这些富豪才具备的20种手相特征，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，2种是小富，3种是大富。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。1. 手掌柔软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，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，为人聪明能干，头脑清晰灵活，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，在事业上容易成功，财运极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。2. 有贵人线。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，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，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，大多贵人运非常好，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，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，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。3.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。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，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，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，应变力强，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。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，话说得少，事做得多，为人亲切富同情心，属于心地好的人。小指越长，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，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。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，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，过犹不及。4.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。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、太阳线，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，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，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。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，此线代表意义良多，如贵人运、智慧强、有偏财运、异性桃花、第六感之灵感强、有名声、事业上之幸运，还有健康运等，更属于老年运家，
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。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，如果无名指下至六绣纹很长又清晰、明显、秀气，中国首相又称为鹿马纹。凡有此纹者，皆主富贵，天下一品。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，也能一生平顺享福。5. 手掌有财库，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。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，一般财运极好，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，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，不用太辛苦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。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，不喜欢替别人打工，喜欢自己创业，凭借着自己的才能，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收益不菲，日子也是越过越富。6. 掌心藏水，你可做个试验，先把手伸直伸平，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，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，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，看看有多少。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。所谓的掌心藏水，指的是手掌平摊开，掌心部位凹陷下去，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。这种人善于理财，也比较的喜欢存钱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。7. 手掌厚实有弹性，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8. 大拇指第2节纹多，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，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9. 中指比较长，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。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上有3约纹，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。11. 木星丘发达，在手相中，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，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财运必佳，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。13. 男人手如棉，身边有闲钱，妇人手如浆，财帛满仓箱，男子为阳，女子为阴。手掌的肉属于脾土，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，也主偏财。男子先天阳气盛，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。女子先天性阴，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，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，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。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。俗话说，福厚积银钱，富贵是有来头的，贵的前身是为人民服务，富的前身是修桥补路、慈善施舍而来。那么我们一旦富了，一定要知道如何做。慈善捐助、体恤贫苦、捐资助学，都是非常好修复的慈悲本行。手掌厚实有弹性，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
16大拇指第二节纹多，在大拇指的第二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。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17中指比较长，中指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。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8食指上有3约纹，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。19木星丘发达，在手相中，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。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财运必佳，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。20手中多财库，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。皇帝命，看看你手上有几个螺。在我们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根据你食指的纹路来看你的命理，看看你是否是富贵命。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说过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先来普及下什么叫螺。螺，软体动物，体外包着锥形、纺锥形或椭圆形的硬壳，简单来说就是指圆形的纹路，很多地方也叫它斗，与之相对应的叫簸箕。小编今天就给大家说道关于螺和簸箕富含的生命意义。一螺穷，二螺富，三螺四螺开当铺，五螺六螺会存钱，七螺八螺考状元，九螺十螺不下田。10个簸箕0个螺，此人直率，与人为善，埋头苦干，脚踏实地，不善于耍花样，爱一个人很爱，恨一个人很恨。9个簸箕1个螺，螺在左手，此人坚定，心理素质好，是做大事的材料，但有时一意孤行，容易遭受挫折。不过失败之后总能东山再起，在爱情上热烈似火。螺在右手，此人性格独立，有领导能力，个别时不择手段，最终注定是成功者，大众情人型。1个螺时运并不佳，必须靠个人的奋斗取得成就。8个簸箕2个螺，螺在同一只手，性情温和，人际关系良好，有时缺乏远见，在坎坷之时有贵人相助。螺在2只手，性格开朗，好奇心超强，做事往往欲速不达。2个螺的人颇有异性缘，却总是难见中意者，适合在演艺圈发展。7个簸箕3个螺，螺在同一只手，头脑聪明，做事努力，多为中层领导，但又是家庭型，一生一世对配偶好。螺在2只手，属于全能潜质，只要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，能胜任各种工作，感性和理性相配适度，运气极好的完美配偶型。6个簸箕
4个罗，罗在同一只手，表面明朗，内心孤独，以个人为中心，完美主义者，爱情多波折。罗在2只手，低调，通情达理，有才有貌，深得周围人喜欢，爱情一帆风顺，适合在有关文字领域的发展。5个簸箕，5个罗，同一只手，个性强，对现状永不满足，因此很多事不如意，与1个斗、2个斗、3个斗、4个斗的人合作，才能万事顺利。在爱情上要求不高，一点点温柔即可满足。2只手，善良，更多为别人着想，温顺，耐力好，运气中上，在爱情方面喜欢沉湎于异性偶像。4个簸箕，6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有野心，喜欢想入非非，少时不顺，青年之后好运一路飙升，令周围人羡慕。故乡之外为理想发展地，对异性的要求是矛盾的，最低又最高。罗左少右多，经常感情用事，自信和自卑同样强烈，成功需外力协助，爱情平稳，缺乏波澜壮阔的高潮，一生幸福。罗左右相等，还算开朗，爱幻想，内心多虑，缺乏安全感。实际上此类指纹运气佳，多是杞人忧天，在爱情上失意多于得意。3个簸箕，7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内向型，脾气不太好，为了自己的目标能够持之以恒，未来功成名就。不过不适合做王，只适合做相。切记要在恋人和家庭方面多投入一些。此类指纹的女性在爱情上渴望王者英雄，配偶往往平凡，不过一生平安幸福。罗左少右多，敏感型，对很多事情了如指掌，只是不愿意表达，个别时狂热，骨子里对人友善，却总是被人误解。遇到不合适的异性，两人矛盾不断；遇到合适的异性，一拍即合。2个簸箕，8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看似平和，实则挑剔，时而快乐，时而忧郁。好运气总是在期盼中不来，无意中却得到多多。感情丰富，身体健康，在爱情上是不现实的人。罗左少右多，自尊心强，有志气，性格双重，和周围人比起来，运气总是不佳。不过只要努力，最后你的成绩往往超过那些运气更好的家伙。对爱情最执着。罗左右相等，善良，中年之前运气不佳，需1个斗相助才能变倍为幸运。在爱情方面，幻想多于行动。最后2个罗都是不用下田的命，你赶紧看看自己的手纹是不是9罗或者10罗吧。1个簸箕，9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热情积极，理解力超强，善于变通，有活动能力，富有同情心，不喜欢追人，喜欢被人追。罗左少右多，理想远大，与现实距离最远，最适合做情人。0个簸箕，10个罗，善良固执，外表坚强，内心柔弱，多在艺术上有所成就，运气中上，不过呈上升趋势，一直到老。厚情薄面相的人，财神庇佑，不愁没钱花。俗话说得好，贵人足后多闲乐。一个人的足相是好是坏，我们不仅可以从脚掌的厚度及志向看出端倪，其实还有几处特征常常容易被我们所忽略。
而拥有下面这几种族相特征的人，即使脚薄不治，也是容易行大运发大财的。他们天生就是财神庇佑，不愁没钱花。一、脚趾呈阶梯状。人的脚趾以大脚趾为福运之首，要使一个人的脚相是大脚趾最长，又跟其他4根脚趾呈阶梯状排列，则说明这个人是稳重踏实之人。无论是在职场混迹，亦或是独自打拼，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。而拥有此族相的人，亦天生有好运加持，青年时代就财运了得，人到中年更是财富丰盈，老来有福。2、圆形脚趾甲。脚趾甲有三角形、方形、圆形等，而圆形脚趾甲的人似乎天生就是贵人命。这类人不仅自己有着很强的赚钱能力，也有极佳的桃花运势。而对于女性而言，脚趾圆圆的话，还有嫁入豪门的好命，一辈子吃穿不愁，爱情人生双赢，让人羡慕不已。3、脚二指最长。脚趾中二指最长的人命带福禄，天生就有财星庇佑。这类人可能年轻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，但都属于波澜不惊的小挫折，不仅不会使其灰心丧气，反倒能激发出他们工作的潜能。在拥有稳定工作的同时，时常还能在偏财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收益。4、脚拇指最长，小指最短。无论其他3根脚趾的形状长短，但凡脚大指最长，小指最短的人，通常都是天生头脑聪明的交际高手。这类人拥有绝佳财运，不仅小财多多，大财也屡屡有入账，天生就是富贵命。5、脚趾甲银白如玉。一个人的脚趾甲以银白的半透明色为好命之象，这类人即使发不了大财，也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，属于长寿有福的好命格。而脚指甲带灰或略有血色，则是典型的辛苦命，一生都在为生计奔波劳碌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有好的建议，欢迎留言评论。下期再见。